大家好，欢迎收看万象奇谈，我是大象。近日，香港名媛蔡天凤被前夫一家谋害一案，在全球互联网上传得甚嚣尘上，整个事件的走向处处透着一股诡异的气氛。就在大家还在为此争论不休之時，日本的新闻媒体又爆出了一个惊天新聞。警察は何らかのトラブルがあったとみて、沼津市政子町の会社員土屋勇気容疑者は就在蔡天凤失踪的第二天，也就是2023年2月22日的当天，家住日本磐田市伊藤亚佑美的母亲向磐田当地警方报案称，她的女儿伊藤亚佑美于21日离家后就失踪了，请求警方予以搜查。消息一出，日本社会一片哗然，而事情的真相更让全球的民众为之震动。人们吃惊的不仅仅是日本伊藤亚佑美与发生在香港的蔡天凤事件都案发于上个月的2月21日，而是两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采用的作案手法和作案过程有着惊奇的相似之处。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关注这起发生在日本静冈县沼津市正乡的日本伊藤亚佑美遇害事件。由于案件日本警方还在紧张的侦破当中，很多案件的具体细节还未公布，最终案情结果与日本警方公布的具体内容为准。本期节目的内容，大象试图通过日本媒体的报道厘清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节目内容源自日本媒体的日文报道，翻译所得，若有出入，则以日本媒体的原文释义为准。鼓励大象马上开始。现年33岁的伊藤亚佑美，家住日本静冈县磐田市。与她住在一起的还有她年过60岁的老母亲，和她离异后独自抚养的2个男孩，年龄都在3到5岁左右。目前就读于磐田市本地的一所小学。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伊藤亚佑美在本地的一家保险公司从事保险销售工作，是个离异的单身母亲。2022年底的时候，伊藤亚佑美曾向她的女性好友提过，她好像遇到了那个对的人，她要恋爱了。伊藤亚佑美的同事向记者表示，伊藤是个活跃的女子，她不是那种会抱怨太多的女人。同事认为她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女人。当初选择保险销售这份工作，方便伊藤照顾2个尚且年幼的孩子。当然，在日本有很大一部分的家庭妇女在选择职业方向的时候，都会选择保险销售这个职业，原因与伊藤亚佑美基本相同。据这位同事所述，伊藤亚佑美曾向他诉苦，她不得不独自抚养2个孩子，时常觉得很辛苦，很想找个男人与她分担，但一直没有缘分。她一直期待着那个男人的出现，可以感觉到伊藤对这段感情是很珍惜的，期望值很高。当被记者问及离婚的原因时，该名同事表示，曾经试探地问过伊藤，但对方表示并不愿意谈及往事，所以也就不得而知。故事讲到这里，我们有必要认识一下案件的男主角。画面上出现的这个男人名叫土屋有纪，现年31岁，家住静冈县的沼津市。根据日本媒体调查的资料显示，土屋有纪在一家名为东京海上安心社的保险公司上班，但土屋有纪似乎是一个不太安分的人。原因是媒体分析说，自2014年到2021年的7年间，土屋有纪调换了4次工作，工作的内容从酒店经理到保险经纪。东京海上安心社是他最后的落脚点。在日本7年频繁更换4次工作单位的情况鲜有发生。根据土屋有纪的脸书所述，土屋有纪毕业于都留文科大学文学部比较文学学科，大学时期是个阳光开朗的青年。他的大学同学和亲近的朋友也反映，土屋有纪是个认真的好人，他们很难相信土屋有纪会做出如此害人的事情。同时，我们在土屋有纪的个人社交媒体的网站页面，也可以直接的感受到土屋有纪确实是个开朗会聊的男人。土屋有纪表述，2020年起，先后在红利人寿和东京海上安心社从事保险业务，他愿意在除了保险以外的其他任何事情上与你交谈。土屋有纪的友人表示，土屋有纪确实一个性格开朗、外向健谈的人。同时，土屋有纪的同事也反馈说，土屋有纪与同事的关系很不错，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
屠有纪与伊藤亚佑美虽然同属静冈县，但两个家庭的住所直线距离相隔100公里。从伊藤亚佑美盘田市的家里驱车前往屠有纪位于沼津市的家，也要射程130公里，用时2个小时。2023年2月22日的上午，静冈警方接到伊藤亚佑美的母亲报警后，立即对伊藤的行动路线展开调查。静冈警察调取伊藤家附近的闭路电视后发现，伊藤亚佑美似乎驱车离家后就径直前往静冈县另外一个市区沼津市的正乡。在随后的调查中，静冈县警察被惊出了一身冷汗。静冈警方对伊藤亲近的朋友一一走访排查后，目标直指屠有纪。2月23日，静冈警方对屠有纪的住所展开搜查，在3楼孩子们玩耍的阳台找到了伊藤亚佑美的部分肢体，另外部分的遗体在停于屠有纪家车库的私家车上被找到。叫人心惊的是，根据静冈警察的调查，伊藤亚佑美应该在2月21日当晚就已遇害，她的遗体应该在屠屋的住所和车库里陪着屠有纪年迈的父亲和妻子以及2个孩子一起度过了2个夜晚。前述有提，伊藤亚佑美是个活跃的女子。在伊藤从事保险销售工作不久，她参加了静冈本地的一个青年商会——静冈国际青年商会。根据伊藤的好友反映，参与商会的目的是伊藤想拓展一下人脉圈，多结交一些行业内外的精英人士，方便自己开展业务。根据日本媒体记者的调查，发现静冈国际青年社是静冈本地的一个小商会，规模并不算大，但会在市级、地市级开展业务，并定期开会，甚至有来自其他县市的成员，每月都会过来定期开会。屠有纪也是这个商会的会员，加入的时候要比伊藤亚佑美早得多。伊藤亚佑美正是在这个时候与同样是商会会员的屠有纪在一次定期的会议上认识的，并发展出男女朋友的关系。这一点在该商会于2022年9月份所举办的一个静冈街区议会活动中得到了佐证。他们同时出现在这次会议活动的照片里。根据青年商会给出的媒体答复，屠有纪和伊藤亚佑美都是静冈县内20个青年商会理事会的成员。屠有纪于去年9月份被借调到静冈区议会，隶属于学院委员会，致力于提高成员的素质。根据日本警方的通报，屠有纪被捕后，他向静冈警察坦诚，之所以会杀害伊藤亚佑美，是因为他与伊藤亚佑美的外遇分手，导致麻烦上身，没有办法解决，只能对其痛下杀手。但根据日本媒体对伊藤亚佑美的亲友采访得知，他们有理由相信屠有纪杀害伊藤的原因是因为他向伊藤隐瞒了他已经结婚生子的真相。伊藤亚佑美一直认为他是单身，他是个可以依靠的对象，但得知真相后，伊藤才慌张地从盘田市的住所驱车来到沼津市，对屠有纪进行盘问。在得到屠有纪的确认后，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执。具体的案发细节，日本警方并未对外公布，但可以确定的是，伊藤亚佑美先是把车停到距离屠有纪住所280米左右的一个投币式停车场，步行至离屠家不远的地方，与屠有纪在停于该处的私家车里会面。争执爆发后，屠有纪先是用钝器击打伊藤的头部，后又利用车上的汽车充电线将伊藤亚佑美勒毙。天黑后转至自家的车库进行了切割肢解。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切割尸体的电锯是伊藤亚佑美在车内被勒毙后，屠有纪才到静冈市卡马附近的一家五金店内购买的。2月23日，静冈警察走访屠有纪邻居时，邻居表示，2月21日夜间的时候，他听到了屠有纪的车库里传出了不寻常的咔嚓咔嚓的声音。他怀疑是屠有纪当晚行凶时拆骨切肉的声音，因为他平时很少听到这种声音。虽然很小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当时他并没有朝凶案的方向去想，只是以为邻居家在处理一些事情。但这种情况在他们小区是非常少见的，特别是在深夜时分。现在画面上出现的是屠有纪在沼津市正乡住所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屠家的屋顶上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3楼的游廊有楼梯通往屋顶，还可以看到人造的草坪空间。2月23日，
在静冈警方对图住所搜证时，在该住所的3楼阳台儿童玩耍的地方，发现了一包装有人体组织的包裹，装在一个较大的黑色塑料袋里。根据屠游记另外一个近邻反映，2月22日，他看到了屠游记有打开3楼的房门，身穿白色的短袖 T 恤、紧身裤，脸色苍白。目睹这一情景的还有屠游记的另外一名邻居。后经证实，屠游记的处所应该是住了2户人家，在房屋的后面还有一扇大门。看到屠游记打开3楼房门的那个邻居，就应该是和屠游记同住在一栋楼里的那位邻居。该位邻居也怀疑，当时屠游记应该是在前往3楼处理伊藤亚佑美的遗体。静冈警方拘捕屠游记的理由是毁坏遗弃遗体罪，并不是涉嫌谋杀罪。这很可能是初步根据屠被捕后的证词。屠游记供称，案发当晚他是一时失控，用钝器击打了死者的头部，再用汽车充电线勒死了伊藤亚佑美。在静冈警方对外发布的消息证实，伊藤亚佑美的死因是头部撞击造成的外伤性蜘蛛膜下出血，以及因颈部被勒窒息而亡。这一点与犯罪嫌疑人屠游记供述的完全吻合。最令人震惊的是，屠屋的作案地点除了他本人以外，还有他的妻子和2名幼子，小儿子才1岁，大儿子4岁，以及他的老父亲也都住在里面。这4个人是否得知自己与尸共眠了2日，目前仍不得而知。另据日本媒体的报道，2人的争执很可能还涉及经济纠纷。根据日本媒体记者的采访，伊藤亚佑美曾告诉过一位友人，他似乎曾经向屠屋借有一定数额的现金。日本媒体也就此试图还原事发当日整个事件的原委。事发当日，由于伊藤亚佑美发现屠游记并非单身，不仅结婚，还育有1子1女，一心想与屠游记结婚的伊藤亚佑美，在气不过的情况下，驱车2个小时找到屠游记理论，爆发激烈争执的2人。期间，屠游记要求伊藤归还所借款项，遭到伊藤的拒绝，并威胁屠游记要把2人之间的事情告诉屠屋的妻儿，最终导致屠游记盛怒之下痛下杀心。虽然以上是日本媒体根据采访的内容还原案件的真相，但通过记者对屠游记的调查，我们似乎也能从中找到导致悲剧发生的蛛丝马迹。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有一个非常吊诡的地方，在屠游记 Facebook 的个人资料栏里确实写明了是已婚人士，但他却非常喜欢一款名叫配对的约会 APP。 屠游记的朋友也证实，他曾经向友人抱怨过自己的妻子是一个非常无趣的人。日本媒体调查的结果似乎与屠游记给大家的开朗热情、顾家爱子的印象有所不同。私下的屠游记似乎更加热衷于在匹配性伴侣的应用程序里，与各种社区里寻找女性朋友。这从另外一个侧面也证实了屠游记似乎在背着家里的妻子与伊藤亚佑美交往的同时，还在配对社区里寻找不同的女性。在与伊藤亚佑美交往的一段时间后，他似乎感觉到伊藤亚佑美的生活负担并不是他一个保险业务员能够承受的。而另一方面，伊藤亚佑美强烈的爱意和占有欲，加上伊藤曾经向他借钱，让其萌生退意，两者之间产生巨大的分歧，最终导致了整个悲剧的发生。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以上结果的产生全部是建立在伊藤亚佑美并不知晓屠游记已婚有子的情况下发生的。如亦反之，如若伊藤亚佑美从头到尾都知道屠游记是个有家有室的已婚男人，那么伊藤亚佑美就变成了一个插足他人家庭的第三者。目前整个案件还在紧张的调查之中。伊藤亚佑美停在投币停车场的汽车已被日本警方拖走取证。屠游记所在的东京海上日动人寿株式会社和东京海上代理社在屠游记被捕后发布联合道歉声明。出现这样的情况令人深感遗憾，并表示将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根据日本警方发布的声明，基本确认停在屠游记家车库里的车辆就是第一案发现场。但至于屠游记所供述的内容是否属实，警方需要进行进一步调查。
这将直接决定了土屋有纪的犯罪性质。在日本，遗弃尸体罪与预谋性杀人在定罪量刑方面有天壤之别，如果是后者，最高可判死刑。关于网传的土屋有纪是否患有某种不能自控的精神疾病，目前还未得到日本官方的证实。但根据土屋有纪的邻居和亲友反映，33岁的土屋有纪精神状况一直正常，他们并未发现土屋有纪有什么精神状态的异常。相反的，他们一直认为他是个亲善、容易相处的人。如果不是案件被曝，他们很难相信这样可怕的事情会与土屋有纪发生关系。另外，日本互联网上有传，导致土屋有纪最后痛下杀手的根本原因是伊藤亚佑美已经有孕在身，并以此要挟土屋有纪。由于并无实证和官方证实，只能算是日本网民的右翼揣测。2023年2月21日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对于蔡天凤和伊藤亚佑美来说，又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这两个素昧平生的女子，都在这一天以一种近乎诡异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她们都被几近癫狂的罪犯用最残忍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他们的孩子。而最让人感到悲痛的是，这两个案件中，被害人与嫌犯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而引发的不得不为的命案，甚至蔡天凤更是对前夫一家竭尽所能地进行帮扶。然而，如此魔幻的一幕却在这个时代真实的上演了，怪不得有些网友惊呼：这真的是我们生活的2023年吗？朋友们，无法挽回的悲剧过后，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拨云见日的启示？让我们评论区再见。以上，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记得关注万象的频道，平安喜乐。